以及绝对算得上是越狱前3季里最紧张刺激的一集。谁也没料到麦克竟然会朝着越狱搭档詹姆斯扔出了鸡爪。在唢呐监狱里，囚犯之间流传着一个血腥的规矩，只要有人朝你扔鸡爪，就意味着双方必须上擂台决斗，而且没法拒绝，一定要打到其中一个人死了才能罢休。在监狱的话事人黑老大的见证下，两个人各自回到自己的牢房去准备一夜。15分钟之后必须准时到操场上进行生死对决。走廊上的詹姆斯整个人都傻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直说要带自己逃出去的麦克怎么突然要跟他玩命。可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Look,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but killing me is not going to solve your problems. I'm not going to kill you. Then what the hell was all that about? You want to make it out of here without being seen? You need a diversion. Now we have one. 原来这也是麦克越狱计划的一部分。虽然萨拉已经死了，但侄子小林肯还是要救的。他故意挑起决斗，正是为了将囚犯们都吸引到操场上，然后趁这个机会从监狱2把手黑哥的房间越狱。现在是下午3点，离哨塔上狙击手被迷晕的时间只有13分钟，离决斗也只剩15分钟。也就是说，他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逃离监狱。事不宜迟，两人必须在13分钟内准备好越狱的前奏工作。麦克偷来一个纹身机，火急火燎地赶往黑哥的房间。詹姆斯也取出之前用吊床做成的神梯。此时的操场上人声鼎沸，囚犯全都聚集在此，等待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厮杀。麦克拆下顶端的纹身机头，卡在铁丝网与墙壁的连接点，利用呼声做掩护，猛烈地锤击着铁窗。砸开铁窗后，麦克又将神梯的一端绑在铁柱上。下午3点12分，其中一个哨塔上的胡狱警喝下有迷药的咖啡，昏昏沉沉，没一会儿就晕倒了过去。现在只剩下另一个哨塔上的狱警，麦克二人紧紧地盯着手表，只等3点13分的太阳。4, 3, 2, 1. The glare. Where's the glare? 可谁又能想到，今天的阳光来得比平时稍晚一些。另一个狱警迟迟没有挪动位置，正在两人焦头烂额之时，终于一阵刺眼的阳光反射而来，狱警总算将头偏向了监狱外，两人立马拆掉防盗窗，准备行动。然而就在这时，走廊上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原来是黑哥进来拿东西，两人吓得急忙躲进床底，大气都不敢喘。黑哥摸了摸桌上的石屑，虽然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但着急看决斗也就没有太在意。等黑哥走后，两人急忙放下神梯开始行动。为了保证詹姆斯的安全，麦克率先爬下神梯，可谁知刚刚落地，一大片云就缓缓飘了过来，眼见就要遮住太阳，麦克急忙让詹姆斯赶紧爬回去。 Go back! Go back! Come on! Come on! That was our only chance. 好在狱警并没有发现，但这也宣告着越狱计划的泡汤。麦克想死的心都有，但眼下必须赶紧将神梯拉上来。正在詹姆斯解绳扣的时候，黑老大这边也觉察到不对劲，我们观众的嗓子都喊哑了，你们两个主角却迟迟不登场，不会是掉茅坑去了吧？于是急忙叫手下去房间找。听到呼喊他们的声音，詹姆斯只能仓促地将神梯搁在窗台上。然而还没跑2步，两个苦命人就被拖出去决斗。路过黑老大时，麦克想要取消决斗，声称我们之间只是小小的误会，刚刚已经和好了。但观众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想要取消决斗岂不是痴人说梦？ This world must be fair. Let's go. 两人骑虎难下，只能任由囚犯们将他们推到决斗场的中央。他们呆呆地望着对方，哭笑不得。眼见两人迟迟不动手，周围的人开始朝他们扔石头。詹姆斯为了活命，抢先对麦克下死手。 Sorry, mate. If only one of us is getting out. 正在两人互相拼命时，一阵微风吹过，窗台上的神梯悄悄开始滑落，而哨塔上的另一名狱警也觉察到异常，怎么半天没见到对面哨塔上的胡狱警？于是赶紧派人上去查看。上来的狱警意识到他是被人迷晕的，赶紧拿起望远镜朝监狱方向望去，正好看见被风吹下来的神梯。狱警大惊失色，这是有人想要越狱啊！于是立马拿起对讲机呼叫上级。片刻后，一大队全副武装的狱警就破门而入。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九公子，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见。